为了干涉台海事务，日本计划向美国采购5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中国如何反击才是看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安全环境中，日本这个二战的战败国的重新武装被认为是最大的变数。日本为何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或者说脱离美国的控制，成为军事大国呢？按照日本右翼政客的说法，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为此，日本人在发展攻击型武器的问题上走上了2条路：一是自研1/2式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为900公里，后面的升级版还会将其射程提高到1500公里。其二就是向美国采购现成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最大射程为1250公里。有了这2种导弹的加持，日本就拥有了远程打击能力。为了达成该目标，日本计划在2027年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2%，成为全球军费第3多的国家。当然，有钱了就得想着发展最有效的武器，而且呢，还是来得及装备的武器。日本的防卫部门根据美国的建议，需要在2027年这个解放军可能发起武统的年份之前，快速地增强其战斗力。最靠谱的办法还不是自研1/2式导弹，而是直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在日本人看来，一旦日本自卫队有了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落实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甚至呢还能通过导弹威慑的办法来降低中国大陆发起武统的可能性。日本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大事，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在统一之后控制通往日本的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甚至让驻日美军的同盟价值大打折扣。近100年以来，日本一直试图与中国争夺东北亚的领导地位，因此日本在阻止中国统一的问题上不可能退步，其下场干涉的积极性甚至要超过美国。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向美国提出采购5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人敢卖吗？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美方对此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谈判事项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之前有一个例子，英国在2014年曾经购入过65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总价值大约为1.4亿美元。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日本的身份不同，这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美国武装日本的后果不仅仅是破坏了基于二战结果的联合国宪章，也会破坏武器出口条约的限制，甚至美国向日本转移巡航导弹技术也是违反条约的。但是基于美国军力的相对下降，他们很有可能会利用武装日本的办法来遏制中国。那么中国就有必要对美日进行的战斧交易进行阻止。首先，中国可以明确地告诉美国，一旦这项交易获得批准，中国也将放开对出口型导弹类武器射程不超过300公里的限制。在珠海航展上，中国有太多的武器被限制在299公里。如果美国把战斧式巡航导弹卖给日本，那么我们就可以教会那些采购国如何把配重给减掉，让射程大幅度增加。到时候全球军火出口将会因此而出现混乱，导弹武器的扩散又将反过来严重威胁到美国和日本本身。其次，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一旦日本自卫队部署了能够攻击中国纵深的巡航导弹，而且有意愿发起打击，那么中国就完全有权利
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给予摧毁。最后，中国也可以通过部署更多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来抵消日本战斧导弹的威胁，并且要做好拦截战斧巡航导弹的准备，以削弱其干涉台海军事行动的能力。日本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在中国统一过程中赌国运的国家，我们可不能相信这些导弹只是用来威慑的。总体而言，美国与日本的50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交易是一场破坏国际军火交易规则的豪赌。战斧虽然射程比较远，但是不见得真的能够威胁中国。此举反而有可能会给日本人带来沉重的灾难。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